大家好，我是静。那今天的视频呢，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则10月6号的新闻，是让中共国的全体粉区又彻底的高潮一赢了一把啊！是全网的在喊厉害了我的国，我伟大的祖国怎么样，就是一片高潮迭起啊！那这个是什么新闻呢？那是说10月6号的时候，那中共国从黎巴嫩有安排他们的专机，那撤侨了200多人，那其中呢有1名台湾人和3名的香港居民啊，是在他们的新闻头条上面的，就是有特别的来强调这1名台湾人说哦，一切困难险阻都不用害怕等等哦。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原视频。我们就是一起测一个 identity， 一起测 Chinese identity。说真的，我常常都是这样子，之前就是这样子，不是从现在就是 evacuate 的时候才开始这样子想，我是之前我就知道 motherland， 我们 motherland 就是中国。OK， 好，撤侨啊，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啊。那因为那中共国呢，还是蛮在乎他的人况的啊。那这个视频当中的好笑的点是在哪里呢？那我觉得好笑的是他来专门的采访呢那1名台湾人，来让他来说一下他对伟大祖国的感恩之情，他正确的政治立场啊。然后就是他让一个那个样子一看起来他就是一个原住民的台湾人来讲China is my motherland， 大陆是我的 motherland， 这种话我就觉得是非常的好笑，是多自卑呀！来讲这一番爱国论，我觉得是一个极其自卑的表现。他这个民族是多么的自卑呀！他做了一件好事，他居然要逼人家来讲一番话来非常的政治正确啊！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那我就在想啊，那如果说当时他们撤侨的时候，如果这个台湾的人他是一个非常的刚正不阿的人，他就说我不要说这段话，我不要来政治正确的话，那我在想他们会不会把他去丢下去呢？然后不帮他了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哦。那我猜想是台湾的这个人和中共国的政府有达成某种协议啊。那我们都不得而知，那视频当中的这唯一的一位台湾人，他是否是自愿的或者是被迫的来说了这一番话啊？那另外就是那当年的乌克兰战争的时候，那台湾的撤侨是快于中共国的撤侨的啊。我觉得吧，那这种事情你保护你的国民来撤侨，来保护你的人，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你作为一个政府和政党，你是有责任来保护你的公民的。那所以说他把这种事情来特别大肆的来宣扬、来标榜，我觉得就非常的好笑了。其他的国家也一样有做这些东西啊，没有哪个国家来拼命的来宣传这种东西，对不对啊？那好笑的就是，那中共国政府那只要去做一点点他分内的事情，那他下面的粉区呢就会各种的感恩戴德了，就会觉得痛哭流涕了，太感动了，我的伟大的祖国，厉害了我的国。那这一次的黎巴嫩撤侨呢，是好过2年前的乌克兰撤侨的啊。那乌克兰的撤侨呢是做得非常的缓慢，是已经都开打了，然后那中共政府呢也提前就知道俄罗斯会入侵乌克兰，但是呢他们是迟迟没有动静，然后很多的留学生和商人是被困在乌克兰的战争一线了啊。那所以说，那今年呢，那中共政府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进步的啊，比2年前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时候要稍微的快一点点啊。但是呢，中共政府和他们的领导人呢，他们的性格特质是如出一辙啊，就和他们的小学博士一样，那特别爱好大功呢，然后爱来表现自己的功绩啊，丰功伟业啊。那所以说他一旦有做任何就是他觉得特别的光荣伟大的事情，那他一定不会来放过他自我标榜的机会啊。那所以说，那这一次的撤侨的行动呢，那一定是要非常大的音量来宣传他们的伟大光荣和厉害国的臣民是多么的幸福啊。那我刚才在微博上去看了一下啊，那中共国的粉区呢，一如既往的一片高潮迭起，各种意淫啊，然后各种的高呼厉害了我的国，然后说我们的祖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拿着中国护照，你不管在海外的任何角落，你都不会有危险，你的祖国时刻在你背后保护你，来解救你，就觉得非常的好笑，因为这一群无知
吴老的粉区呢，他们始终都没有搞清楚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还以为他们是赵家人呢，然后就是用阿 Q 的精神自胜法来自我意淫，来自我麻醉啊，始终都认识不到他们只是他们中共国的矿产和人矿而已啊。那所以说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呢，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没有搞清楚啊？粉区们这些可笑的言论呢，那不仅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吴京的那2部电影《战狼1》和《战狼2》啊。那在他的电影的末尾有一段非常感人肺腑的台词说，只要你拿着中国护照，你不管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都会来解救你，来保护你。那个电影呢，我没有看过，那我是在网络上我看到其他的人有发这一段话，就大概意思是这样子啊。那首先呢，我觉得吴京他讲的这段话有非常大的几率是高级红低级黑啊。那因为他自己心里也非常的清楚中国的护照的含金量。中共国的猪肝红护照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笑的别名，是叫做探险者护照、生死大冒险护照啊。那你看一下，那中共国的护照免签的国家，你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是有多高了啊。它总共的免签数量呢是82个，那新加坡呢是唯一一个免签的发达国家，那其他的呢全都是不发达的，那都是那些它的非洲的难兄难弟啊和中东的国家啊。我看了中共国的护照的免签的国家名单之后呢，我完全不知道那些国家是在哪里，我完全没有听过那些国家，那这也是我的错，我太孤陋寡闻了。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台湾的护照，那台湾的护照呢，那目前是可以免签141个国家啊，大部分那都是发达的地区、发达的国家啊。那所以说，那这么一对比的话，你看一下，一个是82个免签国家的探险家护照，那另外一个是141个的发达地区的免签的护照，哪一个更加有含金量？那大家都不言而喻了啊。那所以说，那中共国的粉区和中共国政府，那一向是很喜欢拿这种事情来意淫、来炒作、来标榜自己啊。但是与此同时呢，他又没有能力来真正的来达到那样的水平啊。那譬如说，那中共国的粉区呢，他们会经常的来取笑新加坡，然后说新加坡是弹丸小国，是坡县，拿这种非常有侮辱性的名字来称呼新加坡啊。那我们是非常的不喜欢的，是不尊重，因为新加坡从始至终它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啊。那中共国的人呢，是非常喜欢拿人种论、拿种族论、拿祖国论来强制的绑定。那你再看一下啊，中国的粉区他们认为的弹丸小国的坡县，但是呢，我们的护照是全世界排名第1的，那这个就非常的好笑，非常的打脸了哦。那我还记得哦，我之前换国籍的时候，那我就拜托我的表姐去帮我来注销我中国的户籍哦。那我打电话给她，让她帮我去注销一下哦。然后她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你确定你要换国籍吗？你不要换新加坡的护照啊！新加坡只是一个小国家，我们中国多好啊！我们是大国啊！我们的护照以后会很吃香的。然后就是拼命的来试图来说服我不要换国籍。那我当时我听了他这一番很粉红的言论之后，我直接是无语了。然后我也不想和他做任何的辩论吧，然后就叫他去帮我来注销我的户籍了。然后就没有更多的交谈这样子。那我之前我还看到另外一个视频，也是特别好笑的。然后说有一个中国籍男子，他好像在非洲吧，然后被一群黑人兄弟然后给围住了，然后要打劫他啊。然后他就拿出他的中国护照，然后当一个护身符来使用啊，来吓退那个要打劫他的非洲人啊。那我都不知道，那这个粉区是认真的还是高级红低级黑啊？就是说他居然会相信中国的护照是有震慑能力的，是可以保护他的，拿出中国的护照，拿出中国的国旗来试图来吓退那些黑人，我觉得是非常的荒谬绝伦啊。那我想呢，这个粉区那大概率是看吴京的战狼电影也看得走火入魔了啊，然后他居然会相信中国的护照能保护他。OK，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